娘哎，什么东西？季家的傻女从天上掉下来了，她坐小公爷脸上了。这屁股怎么硌得慌？小公爷被压晕了，伤了荣国公独子，10个脑袋都不够砍。我操！我做的是张脸！按住他，别伤了小公爷。放开！别让他跑！跑，先跑再说。他跑了，快追！我不过想去蹦个极，结果绳子断了，头先如地，当场碎得明明白白啊！本以为死得够惨了，传来这句身体更惨，3岁半智商的傻女啊！为了勾搭京城第3美男子荣誉，被人撺动劈了套滑翔翼飞上天，结果绳子也断了。36计跑为上。原主在家独得3000宠爱，3个哥哥加老爹死保他，我只要拖住时间，被荣国公府的人抓到就凉透了。娘亲，楠楠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刚刚叫我啥？这小子都这么大了，原主10岁就当娘，好家伙，是有刁民想害朕帅小孩，绝对是来碰瓷的。让一让，姐要逃命！娘亲跟我来，我知道哪条路好走。这小孩对巷子熟的像在这儿长大似的。你家住这边？不是，我熟，是因为我看过整个京城的地图，全京城。连这破巷子都算，这路线我背1年都背不下来，这小豆丁看几遍就记住了。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啊，小弟弟。我叫季婉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之南，之南北的南。爹爹说娘亲方向感不好，有楠楠在，娘亲就不会迷路了。你爹也太浪漫了吧！就我们这种路痴女孩，谁听了能不心动？行走的1级情话大师啊，这是。他听见爹爹的事，脸上一点异色都没有，像真不认识我们。可我不会认错人，这就是娘亲，只是年轻了好多岁的娘亲。难道我回到了娘年轻的时候？楠楠小朋友，谢谢你的指路，姐姐要回家啦。你以后有难事就到东文街季宅找我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没地方去了？我可以带你回我家，但是我今天刚捅了娄子，你还要来吗？要来，楠楠可以保护娘亲。原主得罪的那是荣国公府的独子，他的爹娘没一个省油的灯，那对夫妻要是真出手，季老爹都很难保住。总算安全到家了。好家伙，侍卫加贵眷一个都没少，合着全搁这守株待兔呢。而我就是那只白折腾半天的季兔子。婉婉，你跑什么呀？虽然你不小心砸伤了荣小公爷，可小公爷为人宽厚，不会跟你计较的。这是原主的好闺蜜林雨柔，就是这个被原主视为对自己最好的人出的这个馊主意，让她上天当飞人，去吸引荣小公爷的注意力。古代10几岁的小绿茶真是嚣张，让季爸爸来教你做人。雨柔，你让我飞天吸引小公爷的办法是不是不好啊？我不小心砸到他了，荣国公府的人会不会为难你啊？傻女犯蠢，顶多轻罚，可要是有人故意教唆，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哇，头一次见娘亲这么跟人说话，好新奇。是他，上次他背地里说娘亲坏话，被爹爹治了妄议告命夫人的罪。婉婉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最近都没在京城，怎么会教你这个办法呢？你是不是害怕被国公府问责啊？别怕，我已经找人去请你爹爹回来了，他们不敢私自处置你的。瞧瞧这演技，还真有人感动了，信他肯为傻女出头。将这2人全部带回国公府，听候国公爷发落。是，我看谁敢！又是这个女人，真搞不懂季婉婉被她迷了什么心窍，好坏人都分不清，还不快过来！二哥，都是林雨柔教我干的，我想不出来这么聪明的主意。你也知道你蠢，不管是不是季婉婉做的，国公府光天化日之下，也不能公然将人扣押。京城有知府大人，有大理寺卿，他们自会有公断。季二公子，贵府4小姐砸伤我家小公爷，众人可都是亲眼看见的。纵使是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被伤着，也是要去讨个公道的。
更何况我家公子还是荣国公府的小公爷。继府不过区区一个4品官，如何敢与我们荣国公府叫板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便去知府府衙对上一对，看看你荣国公府想要私自扣人，又是什么罪名？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刚的人，可国公府的面子不能丢，全部拿下！这下麻烦大了。这可是头一次官员与官员之间闹这么大。最近朝廷正严打官场上的不正之风，若是上面怪罪下来，恐怕两家都跑不掉。姐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原主一个穷逼，有什么可丢的东西？免死金牌？什么？免死金牌？那东西不是只有2块吗？怎么会在这小孩手里？你没听清楚吗？那小孩说是季家傻女丢的，那傻女怎么会有免死金牌？谢谢你帮姐姐捡回来啊，差点就丢了。不客气。二哥，那雨柔怎么办？都是他教我这么做的，我不会连累他吧？林姑娘，既然季姑娘不方便，那就有劳你跟我们到国公府走一趟了。婉婉，救我！我不能跟他们去啊！雨柔，荣小公爷因为你这个办法才出的事，你去看看他吧。要是严重了，你就来找我，我让我爹给他赔钱。今日这事究竟是谁干的？是林雨柔叫我干的，人虽然是我砸的，但主谋不是我。林雨柔是坏人，姐姐是无辜的。很好，小小年纪就知道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了，是个好苗子。这令牌是哪来的？对啊，这令牌是哪来的？人都不认识，就敢冒认人家的免死金牌，他是向天界的狗胆吗？是爹爹给楠楠救命用的。你爹是谁？拥有金牌的那2位可都未成亲，怎么会突然多出来这么大一个孩子？二舅可是武举状元，要是误以为我在骗他，还是等二舅走了再好好跟娘亲说吧。二哥，他叫沈之南，那他爹肯定也就姓沈了。你能猜出来是谁吗？你问我，我是能掐还是会算？沈姓在大晋国很常见，上至皇上、王爷、丞相，下到知府百姓，都有姓沈的。失策了，大姓啊！这让我上哪儿给他大海捞爹去？你在府里好好看着他，不要乱跑。我去找爹查查他来历。好的，好的。算了，他连自己都看不好。小桃，看好4小姐和那小孩，不可让他们出府。是，二公子。娘亲，再次郑重跟你介绍一下，我叫沈之南，是你的儿子。虽然你现在还不认识我，但我却对你很熟悉哦。我有了一个来自未来的儿子，你怎么证明？我知道娘亲最喜欢吃辛辣的食物，最喜欢去逛街遛弯，还喜欢看画本子。还有就是，娘亲的胆子特别大，会攀岩、爬树，敢动很高很高的那种秋千。我刚蹦迪失败惨死，所以在未来8年里，又没忍住玩各种极限游戏了吗？不过听小家伙说我的喜好这么详细，基本确定了这就是我儿子，不是别人的，更不是原主的。好神奇！娘亲见到楠楠惊喜吗？惊吓算吗？幸好我是个穿越人士，对这种事儿接受的比较快，要是个古代人，肯定吓个半死。楠楠终于圆了，没见过年轻时娘亲的愿望了。不过年轻的二舅看起来好凶哦，楠楠都没见过这么凶的二舅。还有外祖父，不知道外祖父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爱假哭？对了，楠楠，你爹叫什么名字？楠楠的爹爹叫沈怀季。哪个沈怀季？记忆里的那个沈怀季，不是连中6元，设巧计夺城池，年纪轻轻便权倾朝野，堪比诸葛甘罗的天之骄子吗？就是家住甜水街的沈宅啊。爹爹很早就是丞相了，一直住在那里，也没发烧啊。大白天说啥胡话呢？娘亲，楠楠没胡说，脑袋也没发烧。哦，那就是先天性的。你娘我小时候脑子也不太好用，看来是遗传给你了。相爷，秦王的免死金牌出现在京城了，在何人手中？
是季家四女季婉婉所有，但那四小姐是京城有名的傻女，从未跟秦王有过交集。金牌最初是从一个小男孩手中出现的。哦，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？那孩子约莫5岁左右，身着华贵，不像是普通人，却不是京城哪家大人的孩子。我们查不到他的来历，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。再查。是。今日祭祀姑娘砸伤了荣小公爷，相爷要去看看吗？被叫。来，乖儿子，吃点。京城贵眷们最喜欢上清水香花，只有娘亲喜欢没什么名气、品级也不高的玫瑰花。然后爹爹为了讨娘亲开心，就特意给娘亲种了一院子的玫瑰花。玫瑰，这还真是我最喜欢的花。娘亲还喜欢躺在葡萄藤下面乘凉，夏日里蚊虫很多，爹爹下了朝便会给娘亲摇扇子，府里的下人们都羡慕得不得了。乖儿子，你说的我都要对个纸片人心动了。但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在张冠李戴？来讲讲你娘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吧。我今年才刚及笄，说不定要好几年才能遇见你爹，这事儿还远着呢。娘亲，现在是哪一年？天启46年。那娘亲后年就成亲了，大后年楠楠就会出生。我一个新时代爱好蹦极的独立女性，竟然这么早就步入了婚姻的坟墓。这天聊不下去了。婉婉啊，你怎么样了？就这，干嚎的比打雷还响，一滴眼泪没有，跑得还比兔子快。这演技放我们现代，妥妥的横店群演都不收。婉婉啊，你没事儿吧？让爹爹看有没有摔着。你二哥说你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是哪儿先着的地呀？摔得疼不疼啊？不疼，我坐荣小公爷脸上了，有个人肉垫子呢。那也肯定疼，脸上都是硬骨头，肯定硌得慌。爹去叫人给你请大夫来看看。别了，真不用，消受不起啊。爹，有事的分明是荣小公爷，人都被季婉婉砸晕过去了，到现在都还没醒过来。这老爹真是偏心偏到家了，堂堂7尺男人被女人坐脸上，是多么侮辱的大事！我要是那荣小公爷，气也得气死了。让你去给你妹妹请大夫，你怎么还没去？怎么这么磨叽？快去！去请大夫。你就是帮婉婉脱身的孩子吧？好孩子，告诉伯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外祖父好，我叫沈之南，您可以叫我楠楠。外祖父。爹，你看我俩长得有母子像不？母子像？是我想多了。季婉婉这3岁半智商，估计倒退到了3岁。婉婉啊，你果然摔坏了脑袋，本来就挺傻了，现在连自己几岁都不记得了。刚及笄怎么能有个5岁的孩子啊？我的傻闺女！这年头，说实话还没人信了。不过我刚刚确实说话冲动了，竟然顺着小家伙的话就问下来了。楠楠的身份暂时不适合给很多人知道，以古代这种老封建想法，说不定还会被当成妖怪给灭了。我还是接着装傻吧。令爱，这是摔到了脑子啊！可是我女儿没摔在地上啊，是坐人脸上了。坐人脸上您还到处说，这是件挺光荣的事儿吗？摔是没摔到，但是震到了。所以是令爱脑震荡了。庸医啊，庸医。请。爹，我真不傻了。婉婉不傻，谁也不能污蔑我们婉婉傻。看来女儿是真的又傻了几分。以前她从来不强调自己不傻的，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不过看自家傻闺女怎么都顺眼，连着旁边的傻外孙也顺眼了不少。这孩子一来就叫我外祖父，可见也不是个聪明的。唉，是个像婉婉一样的可怜孩子。婉婉啊，这孩子确实像你一样可爱。若是实在找不到去处，就留在咱们家吧，爹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行啊，楠楠，叫。跟你一样叫爹就行，以后楠楠就是你的远房表弟了，你可别再让他叫我外祖父了。真要这么叫下去，女儿家的清誉都要坏掉了。来，叫声爹听听。
今日份烦恼，论慈眉善目的外祖父非让我叫他爹怎么办？爹，虽说今日之事都是林雨柔教唆的，可真正砸到人的还是婉婉。就算荣国公府不追究，于情于理，我们也该去看看。你说的是我带婉婉上门去赔礼道歉，此事并非全是婉婉的错。国公爷是讲道理的，应当不会跟婉婉一个小孩子计较。爹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荣小公爷吧，人是我砸的，应该我来道歉。他要去就让他去，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。不用打开，将这盒子送给国公府道歉即可。我明日还要参加武举考试，就不跟你们去了。天山雪莲啊，那不是二舅给二舅母的聘礼吗？娘说那是二舅外出历练的时候所获，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宝贵药材。你怎么知道里面是雪莲？那东西我拿回来后并没有在外面显露过，这孩子怎么会知道？我闻到味儿了。隔着盒子都能闻到，狗鼻子吗？不过这雪莲虽然难得，却也不是稀有。眼前这孩子穿着谈吐都不俗，说不定真的认得这东西。真会装，肯定是文官家的孩子。下官季贤携小女季婉婉，特为小公爷一事前来赔罪。季大人先请坐，国公爷还在前厅有要事，恐过会儿才会过来。国公夫人，明明是季婉婉砸的小公爷，您为何偏偏揪着我不放？根本不是我教唆他去的，我怎么会想出来这么傻的办法？这一看就是这个傻女在胡说八道呀！这个可恶的女人，枉费婉婉把她当作闺房密友，如今卖起人来竟毫不犹豫。夫人，我家小女虽然痴傻，可也想不出这样的办法来。分明是这林家女儿写信给我女儿，教她这么做的。今日老夫来之前，就将信也带来了。夫人请看。你胡说！我根本没有给季婉婉写过信，不信可以对一对笔记，我问心无愧。好一个问心无愧，让爸爸再来教你好好做人吧。爹，雨柔说的是真的吗？她一直没给我写过信，可我虽然不识字，小桃却说每次给我写信的都是同一人啊。雨柔之前还写信让我送她一个香囊，就是她身上那个。这是我自己绣的香囊，根本不是她送的。林姑娘，这香囊是江南秦家特制的锦缎，是我亡妻的陪嫁之物，全京城找不到第二块。我儿对你倾心相待，你怎可这样陷害于他？什么？只知道这布料好，是我买不起的东西，本以为只是值钱一点而已，没想到是绝版的秦家布料。这确是江南秦家的布料，10几年前我去江南见到过。江南秦家是我七族，秦家布庄不算多出名，且早已消失10多年了，没有人记得也很正常。将林雨柔押下去，严加看守。另外，去请林家夫妇来国公府。是。夫人，冤枉！是他，是季婉婉那个傻子栽赃我。季大人，我知你家不易，今日之事皆因林雨柔而起。我国公府似是能分辨是非，这只百年老参给孩子补补脑子。这就是傻子的快乐吗？夫人，国公爷有请季大人前来前厅一聚。我与季大人一同前去吧。好好看着小姐，不许乱跑。来，一起坐。不，小姐，小桃不敢，那可是夫人做过的。来，坐小姐腿上。小姐，这种话怎么可以乱说？这多下流啊！可咱俩都是女的，怕什么嘛？女的也不行。戏文里总之别人会乱说的。你是说龙阳？小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说的是沈相和秦王，对不对？这2个文武第一，并称京城第一美男子，但都快弱冠之年了，还未娶妻纳妾，又经常斗得死去活来，所以就有了戏文说他们其实是相爱相杀，一文一武双强对决。仔细一想，确实好配啊！哎呀，有点想磕。小姐，磕是什么意思？听说秦王现在远在边境，走之前还跟沈相吵了一架，那是相当的激烈呀。外人来看这叫不和，
换我们科学家来看，这叫打情骂俏。那小姐，这在戏文里叫什么？破镜重圆啊！破镜重圆。相爷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何时被人气成这般？很好笑。回相爷，是的，属下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，原来外面竟是这么传您跟秦王的。不过望义您和秦王却乃不敬，相爷既然不开心，为何不处罚那傻女？他并不傻，2次直面国公夫人审问而不露破绽，3次巧妙化解林雨柔的刁难，这样的心机和演技，怎么可能是个傻子？去查，将季婉婉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事无巨细，全部查清楚。是。小姐，快别说了，这是在国公府，不是咱们自己家。你已经及笄了，老爷和少爷们都在忙着给你选夫婿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。若是坏了名声，那你可怎么嫁人呀？没夫婿就没夫婿嘛，人生在世就要及时行乐，做个快乐的单身贵族也很好嘛。可是咱们府里很穷，小姐只能当单身穷族。谢谢，有被伤害到。娘亲，荣国公夫人有为难你吗？没，荣国公夫人虽然看着很凶，气场很强，却是个很讲道理的人，不仅没怪罪我，还送了我一盒上好的人参补脑子。后面这句话还是不跟新上任的儿子说了，以免他威猛的娘亲形象受到影响。没事就好。你确定那是雪莲？是我二哥给他媳妇儿的聘礼？确定以及肯定，我闻着味道了。你是狗鼻子吗？隔着盒子都能闻到。娘亲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雪莲送给荣国公府了，二舅以后娶媳妇儿就没有聘礼。别担心，荣国公府并没有收我们的礼物，小桃又把东西拿回来了。不过我二哥这个表面看起来又凶又冷的家伙，是真的实打实在是在对我好哎。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帮我善后，有那么一点点感动了。决定了，以后季明景要是再教育我，我就忍一忍不顶嘴好了。幸好今日那雪莲没送出去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上哪儿再弄一个还他。对了，我二哥明日就要武举考试了，他今年能考中吧？好像不会哎，二舅这一届又没去成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二哥因为我才错过了上一届的武举考试，今年我又没出世，他怎么会赶不上呢？楠楠没记错，二舅是在楠楠出生的这一年才考中武举状元的，然后同年娶了二舅母，生下了彻儿表弟，比我小1岁。那他是为什么没去成考试？好像是因为二舅母，因为二舅跟二舅母打起来了，打完已经赶不上考试了。不过说是这么说，武举考试还是很重要的，3年才一届，要是错过这次，就要再等3年了。我得想办法帮季明景解决这事儿。楠楠，你二舅母是哪家的女儿啊？先摸清对方底细，再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。二舅母是将门虎女，家住城南贺家，是贺老将军唯一的孙女，贺莹。打扰了，将门虎女我打不过，那你二舅打得过她吗？要是季明景打得过也行，至少不会被耽误了科举考试。二舅对二舅母很好，楠楠没见过他们打架。不过二舅是武举状元，应该不会打不过二舅母吧？唉，不好说。将门虎女都很猛的，要是万一两边都下狠手，真不一定谁更厉害。那二舅不会是因为被二舅母耽误了考试，才那么晚娶二舅母的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又是一出年度虐恋大戏啊！估计是就此跟二嫂结仇了，过了好多年才化解。季明景今年已经18，3年后他才娶妻，这个年龄在古代都妥妥的剩男了。看来这忙我不帮不行了，事关我二哥的爱情和事业，但是咱们又没武功，该怎么帮他？有了，楠楠，尝尝府里的菜合不合口味，要是吃不惯，你再跟爹说啊。吃得惯，谢谢外祖父。这孩子咋还没改口呢？不过这孩子毕竟是个傻的，改口比寻常孩子慢一点儿也正常。
唉，真是个小可怜。爹，我先走了。二哥，我送送你，楠楠也去。你们老实待着。你干什么？当街纵马撞人，打的就是你。就是这人，马差点撞死那孩子，仗着有钱有势就横行霸道。马又不懂人话，怎么可能受我控制？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误会。不过我今天有急事，来不及解释了。旺财，我们走。不准走！这事儿不讲清楚，不准走。就是说什么误会？他分明是想趁机溜走，拦住他，抓他去见官。见官，天子脚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旺财，你留下，是少爷。赔偿这里的损失。是个鬼，下来吧你！京城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女子了？你功夫不错，但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今日还有事，就不陪你切磋了。以后你尽管来季府找我。打准了，别炸到你二舅了，不然回头俩人一块来揍咱们。娘亲，相信我，我的弹弓很准的，爹爹都夸我有天赋。打中人就是比打中马车难多了。难道真是我误会了眼前这男人？顾不这么多了，让旺财处理这里的事。今年我一定要参加考试。我的妈呀，将门虎女来了！娘亲，快跑！站住！你们别跑！不跑才是傻子。要是被二嫂抓住了，绝对是一顿毒打。娘亲，左边，右边。这几条巷子很短，她武功飞不起来的。走这里，右边。记得二舅母自小在边关长大，别说熟悉京城的小巷子了，只怕一会儿还能迷路。耶！楠楠，娘亲的技术跟8年后比怎么样？有没有退步？没有，娘亲一如既往的厉害。这鞋材质不行，等以后咱们有银子了，娘再做双更好的带你去玩。行呀，不过娘亲，二舅母以后要是见了溜冰鞋，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？这东西只有娘亲才有的。好像也是，那等你二舅母跟你二舅成亲后再玩吧。好，娘亲快把鞋子换回来吧，咱们赶紧回府，一会儿外祖父就该回来了。马上。这么古怪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，得赶紧报告给相爷。越想越觉得那个声音像季婉婉，要真是她，以那红衣女子的武功，还不把她打死？我亲爱的二哥，你考试还顺利吗？嘿嘿，很顺利。幸好今年没错过。今日都做了什么？小姐上午溜出去玩了，快中午才回来，没带小桃。天凉了，贴身丫头该换了。她果然上午出去了。二哥，考试肯定很费体力吧？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先给你上饭菜？打中人就是比打中马车难多了。你把这句话说一遍给我听听。完了，纸包不住火了。二哥不是一个武将吗？怎么脑子也这么好使？打中人就是比打中马车难多了。还不说实话？好吧，好吧，我就想送你去考试嘛，谁让你不准我去的？所以我就偷偷跟去喽。不过二哥，你要感谢我哎，不然你被人拖着去不了考试，又要再等3年。胡闹！
那女子武功极高，这你都敢乱出头，你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敢这么干？有受伤吗？他有没有伤到你？我去给你请个大夫来看看。没有没有，我跑得快，他没追上我。他应该不是京城人，被我在小巷子里绕了几圈就甩掉了。二哥，京城里的小巷子可多了，说不定那人现在还在小巷子乱转呢。嘿嘿。我都替你报仇了，你就别生气他阻挠你考试了呗。哪条巷子？南横巷那一片。那段巷子确实很难走出去，而且天黑了，那人一个姑娘家要是出了什么事……娘亲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是啊，总得帮帮你二舅嘛。幸好武举当天就考完了，不然就只能我去救他出来了。连我对京城的小巷子迷路到吐血，一个生养在边境的女子更不可能强到哪儿去。多好的英雄救美的机会啊，还是留给季明景那个棒槌更合适。是不是那人已经走出去了？王八蛋，把我引来这么个地方，跟迷宫一样，根本走不出去。你怎么了？是你啊？是不是受伤了？脚扭了。上来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家住哪里？北五路贺宅。你是贺老将军的孙女儿。我丢人的时候就别提我祖父了。没什么可丢人的。这一片的巷子确实乱，常住在这里都可能迷路。上午的事是我不对，是我没搞清楚状况就对你出手，差点就耽误你的事儿了。对了，没耽误你的事儿吧？没有。你自己走过去吧。我的脚还有点疼，你都把我送到地方了，为什么不把我送到门口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若传出去你深更半夜被一个男人背回家，你还想议亲吗？我自己想办法。石子都送到我手里了，还让我自己想办法，口是心非。明景，考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二哥，快来吃饭。二哥，那个女孩你找到了吗？找到有没有把她打一顿？她可差点耽误你考试，你不生气吗？在你眼里，我有这么小心眼儿？逗你玩的，我二哥根本不会这么小肚鸡肠啦。那他已经安全回府了吗？女子名声尤重，此事不可再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二哥，我们睡觉去了，你慢慢吃。虽然他说话以前也很流利，但多少会带着些傻气。但是今天，不管是救我，还是引导我去救贺家姑娘，都不像一个3岁半智商的人能做出来的。你平时都几时睡的？亥时，晚上9点到11点啊，还行。那你晚上都玩什么？一时想不起来，有什么东西能让小孩子玩这么久？也不知道几年后的我是怎么带孩子玩的。难道是打扑克牌、看书？爹爹给我留了一间小书房，看累了就去睡觉。你豆丁大点儿，能看什么书啊？识字了吗？我刚看完地理志，大晋史书也快读完了。爹爹最近给我找了兵法书，但是楠楠不喜欢看那个，读了很久才读了半册。5岁，在古代不应该还在读三字经、千字文的阶段吗？咋就开始地理志、史书、兵法书了？这都读的啥啊？打算让孩子5岁就考科举吗？你是不是投胎前没喝孟婆汤？不是，这很平常。爹爹总说我进度慢，你爹可真禽兽啊，人沾边的事儿一样不干。
娘亲经常这么骂爹爹，不过现在爹爹还没出现，楠楠可以偷个懒，嘻嘻。行，那娘亲补给你一个童年吧，我给你讲睡前故事怎么样？娘亲，你最近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？小桃啊，他虽然是我二哥派来为我好的人，可是啥事儿都跟我二哥说，还当面说，我有点不喜欢，感觉自己没有隐私一样。娘亲可以换一个。换哪个？满院子都是有主的丫头，满院子的丫头都觉得我是个傻的，哪会有人愿意忠心跟我？青居，这个人是娘亲最忠心的丫头，还救过娘亲的性命，武功很好，话也很少，不会乱说话。我还有这么好个丫头啊？她现在在哪儿？我只知道她是买来的，不知道娘亲是什么时候买的。那你肯定记得她的相貌吧？记得。那行，明天娘亲带你去人鸭子那里看看，要是见到青菊了，你就跟我说。好。是当我来找傻子玩伴的吗？赵妈妈，你怎么回事儿？我家小姐是来买贴身丫头的，你找的这都什么人？你是看不起我季家狄小姐，还是看不起我们季家？哎呀，小桃姑娘是小人没长眼，往常都是二公子来挑人，我以为狄姑娘是来找玩伴的。我想要会武功的丫头，有没有武功很好的那种？会武的？没有，会武的一般只有男人，女人家基本没有会武的，就算有，那身家来历都不太……辛苦赵妈妈了，我们再去别处看看。哎，是。还有其他人鸭子吗？还有2处，就是距离有点远，要坐马车过去也行。我们回府去坐马车。怎么了？在那儿。走。小姐，表公子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小姐，拍卖房里的东西都很贵，咱家买不起。家里确实经济条件一般，不过明知道未来最忠心的丫头在这儿，总要试一试吧。刚弄来了一个会武的丫头，凶得很。我们掌柜那边说，准备再调教上1个月，待把爪子捋顺了再去拍卖，不然要是伤到贵人们，我们担待不起。那拍卖会想买这个丫头，需要多少银子？会武的丫头本就难找，更何况这丫头长得也好，没有哪家小姐愿意买个貌美的丫头回去服侍的，但是一些武将家却愿意买回去做通房或姨娘，所以青菊很贵。季姑娘是想买回去贴身保护吗？哼，那小人可以帮您留印着，若那丫头将来再回来，二手的就便宜了。什么二手的？就是等那些达官贵人玩腻了，会扔回来重新拼拍卖的。玩过的女人再漂亮，也最多按丫头卖，很便宜。若1个月后的拍卖会，她预计要被拍多少银子？少则100两，若是有多个贵人看中抢起来，可能要好几百两。但她的丫头价便宜，5两就能买到。知道了，我会备好银子来买人的。待她定好开拍日期后，你派人来季府通知我。是。小姐，那丫头您都没见过就要买吗？就算是丫头价也很贵的，咱们府里的丫头都没有超过5两的。5两，那拍卖堂怎么不去抢啊？我现在还有多少私房钱？以我在家里受宠的地位，爹爹哥哥们没少给我零花钱，应该2两。好吧，真穷啊。娘亲别怕，楠楠有银子。你出现那天穿的贵气衣服早已换下，浑身上下比脸还干净。你啥时候有银子了？爹爹有个放银子的地方，楠楠知道怎么取银子。眼前的活地图突然变成了藏宝图，好令人惊喜。不过楠楠弟弟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存在，自己好好藏着的银子突然被人取走了，分分钟就要报官了。这样好像不太好，要不娘亲还是先试试能不能赚到银子，赚不到再找你帮忙。
小桃，荣国公夫人这么容易就放了林雨柔？荣国公夫人当时请林家父母去问罪，林家那个继母往死里整林雨柔，差点就把林雨柔弄得身败名裂。可偏偏这林雨柔运气太好，正赶上小公爷昏迷大半天后醒了，然后荣国公夫人就去看儿子了，就这么简单的放过林雨柔啦。荣国公夫人不是善茬，当然不肯放过林雨柔，但是小公爷为人宽厚，说林雨柔只是一介女子，虽有错，却不致名声全毁，便让荣国公夫人放了她，只让林家多管教管教便算了。这容易这么不靠谱的吗？被人害了还要给人求情，活脱脱的一个大胜负啊！林雨柔若是换成男子，小公爷可能也不会求情吧。小公爷对女子都很宽和，所以满京女子很多喜欢他的，觉得他为人随和，若是嫁给他，定然是去享福的。哼，享个鬼的福！我要是嫁给荣瑜，只怕一天就被气死了。这个250，走，我们也去瞧瞧热闹。你们不知道，这次多亏了小公爷醒了还我清白，不然我就要被季家那傻女冤死了。哼，林雨柔这胡诌走的本事，让她当个小姐可真是屈才了，真该去戏班子唱戏。唉，也不知道秦王什么时候回京城，怎么这么多仗要打？我都等他1年了。沈相虽然在京城，可他太冷了，我爹几次暗示他来皮亲，他都不理。要不然我肯定是咱们几个里最早出嫁的哟。这你都抢？什么叫抢？你都跟荣瑜8字都没撇呢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他们可真是敢想，全京城前3的美男子都给他们包圆了。荣玉他们还能想想，另外2人我看他们就不要想了，浪费时间哦。小姐，你还乱说，若是传出去，咱们就惹大麻烦了。行，不说，我不提他俩名就行了嘛。不过你这个思想真的有待进步，龙阳不要迷茫，真爱不分性别。姑娘似乎对这2人的关系很好奇。这是谁？我本来以为爹爹平时就够冷的了，没想到年轻时的爹爹更冷，浑身都透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。咋了这是？我是不是说错啥话了？这是我爹。爹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突然爹都叫上了？相爷啥时候有个这么大这么傻的闺女了？可恶，嘴瓢了。还知道自己是嘴瓢了，估计傻的不是很彻彻。那孩子对上我的目光竟也不怕我，面上除了有些急促之外，似乎还有些隐隐的兴奋。这小孩好像认识我。相爷，我刚刚听见那孩子说了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他说的是这是我爹。相爷这个年龄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大的孩子？那小孩一听就在胡说八道。虽然他俩长得确实有点像。算了，季大人也不容易，你去宫里请个太医，到季家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是，相爷上回还说季婉婉不是傻子，结果这回面对面见了，估计不只觉得他是傻子，就连那个小孩也不像多聪明的。季大人真可怜，摊上这么俩傻孩子。方太医，您怎么会在此处？季大人，听说贵府小姐前几日摔伤了身体，老夫是受沈相所托，特来贵府看看的。啊，沈相，那位冷酷无情的少年丞相，何时跟我家扯上关系了？请进。怎么还给我家婉婉来看病？眼下先不管沈相为何帮忙，还是先给婉婉看看才好。宫里太医的医术必然是最顶尖的。季小姐近日饮食作息可还正常？正常，看着跟没事人一样。婉婉，楠，快来见过方太医。见过方太医。方太医好。2位贵人好，季小姐请，老夫来帮你诊一下平安脉。小公子长得真可爱，老夫已经许久没见过长得这么精致的孩子。沈相吩咐过我来给2人一起看看，如今2个的脉搏都给把了，果然令人意外。
方太医，如何啊？我女儿可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，令爱的身体很是康健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那别的地方？别的地方也没有问题。是，什么？不知道季大人之前请的大夫都是如何说的，但老夫这次把脉并未发现什么异常，令爱一切正常。可我女儿她从小就怎么会？许是季小姐有福气，幼年因为发烧而停止发育的大脑，如今都已恢复正常。至于学识、礼仪方面，季大人请人再教一遍就好，应当不会影响小姐议亲。你是说我女儿以后就是一个正常人了？是的。太好了，婉婉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终于好了。爹，你冷静点儿，方太医还在呢，可别让人家以为我们季家刚好一个又疯一个。我家闺女果然不傻了，都知道提醒我屋里有外人了。福报啊，福报！太谢谢你，方太医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！季大人不必客气，老夫只是来诊个脉而已，真正让令爱痊愈，并非是我。谢谢沈相，谢谢方太医。爹，我……婉婉，你不用说了，爹都明白。你放心，你落下的功课和礼仪，爹一定会请最好的夫子给你补上。我季家的女儿怎么会输人？是啊，要不这一卦如果恁是不是照理呢？我能读哇，读哇！爹，您又怎么了？季婉婉这是干什么好事了？瞧这小祖宗一样的待遇，难道是他把百家姓背出来了？明景，你妹妹好了，她不傻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下午沈相请了方太医来咱家，他说婉婉一切正常，已经全部好了。我已经传信给你大哥这个好消息了，等他回来后肯定也很开心。沈相怎么会让方太医来咱家？是爹求的他吗？是啊，婉婉，你是不是见过沈相？就下午在茶楼碰见了，嘴瓢了，乱说了几句话。沈相估计觉得我病得不轻，就请人来看看了。你说了什么话？丢人的事情，能不再重复一遍吗？行了，明景，你妹妹今天太累了，你就别问了，说了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反正沈相不仅没生气，还给请了方太医来，这就是好事儿。你妹妹这是傻人有傻福啊！不对，婉婉现在不傻了，以后就全是有福气的日子。这老爹真是偏心到了极致，凡是跟季婉婉沾边的事，他都能把双标发挥到极致。明日你就是最后一场考试了，待考完，帮你妹妹请一位女父子来，教婉婉一些礼仪学识。还有楠楠这个年龄也该入学了，你帮她再找找合适的书院。知道了，我明日回来就去安排。相爷，方太医那边回信了。方太医说，季婉婉和沈之南一切正常，他们并不傻。沈之南，那小孩名字举得倒是不错。沈之南的来历我们依旧查不到，季家只是对外宣称这是他们远房表亲，可属下派人查过，季家5代以内都没有姓沈的亲戚。姓沈，你去边境查查，看秦王身边是否出现过这个孩子。能拿到沈承业令牌的人，两人关系绝非一般。是，相爷。相爷，近日秦王的人去了工部陈尚书家里，不知是不是有意跟陈尚书的女儿结亲。他自然看不上工部尚书的女儿，只怕是又打算阴我。相爷是说，秦王打算让工部尚书的女儿嫁给您？沈承业翻来覆去就这些招数，回回都被人轻易看破，真是无聊至极。送去陈尚书府，他若是个聪明人，就知道这件事不是他该乱掺和的。
是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等今天考完，二哥就解放了，我们就耐心等他考中武状元的好消息吧。能帮二舅改变错过科考的事情，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这样二舅的人生就比原来更顺了。走，娘亲带你去街上逛逛，顺便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生财之道。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咱们可要赶快凑够银子接青菊回家呢。楠楠，你说我要是做个蹦极跳绳，专门给那种想打碎自己、追求刺激的人玩，你说会有很多人愿意买吗？单个人买肯定赚不了什么银子，一定得是销量特别高的东西才行。可是娘你以前说过，那个绳子很难做到完全结实，一断就没命了，有点伤。那何止是有点伤啊，我都差点忘了自己就是这么穿来的了。那大秋千呢？我觉得应该也很难卖，毕竟看起来太危险了。娘亲每次玩大秋千的时候，爹都派侍卫们在旁边守着的。啊？那我难道就没做过什么生意吗？未来的我难道就啥也没干，光嫁人生孩子当咸鱼啦？没，娘亲从来不缺银子，不需要做生意。要不是知道青菊1个月后会被拍卖，恐怕娘亲也不会起出门赚钱的想法。那我先带你买些书本回去吧，等明天你二舅考完试，估计就要开始给你找书院读书了。娘先带你买些文房用品。好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书院？以楠楠爹爹的教育程度，估计早早就把小家伙送书院去了，也不知道几年后他读的是哪家书院。我都可以啊，书院夫子教的都很简单，我在家都学过了。乖，现在在娘亲身边不用这么急，你就好好做个5岁的小孩子，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。娘亲不知道，其实爹爹也没那么要求过我，都是我自己主动想学的。我也想像爹爹那样，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，然后好好的保护娘亲。娘亲想找什么书，楠楠来帮你选。主要还是给你选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故事书，娘亲买回去给你讲故事。原来娘亲是给我买的书，楠楠知道了。娘亲，看看这几本怎么样？发现这古代的繁体字我根本不识几个，而且书里有些字还写得特别不工整，特别像是这些书都是手抄的。是啊，书本上的字都是手抄的，大多是书院里的学子或者秀才郎们抄写的。不过这本抄书的人字迹不太好看，估计卖的会便宜一些。你是说这里没有印刷术？什么是印刷术？赚钱的办法来了。100文1本，1两银子只能买10本，读书的成本可真是太高了。你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是哪些书？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百家姓》，这些都是入门级书，卖的最火的。小姐是打算给家里孩子做启蒙吗？可以考虑先买这几本吗？哦，那你们每个月可以卖出去多少本《三字经》？我们店每个月卖出的《三字经》至少100本。小姐尽管放心买，现在哪个准备识字的家里不备个这本书啊？何况我们店里的书都是书院里最优秀的学子们抄的，字都特好看。行，结账吧。好嘞。娘亲，您刚刚说的印刷术是什么？就是可以把一份书的内容印刷成无数份，根本不需要单个人力，再去一份份的手抄。还可以这么做？走，咱们找块板子先试试。娘亲好厉害，这样这个刻板就可以印出无数页的书了。娘亲，让楠楠试试吧。娘亲不用念，楠楠都会背。这部好像有1000多字呢，她小小年纪就能背下来整本书了。我儿子真是个小天才啊。小桃，多去准备些木板来。楠楠，你歇会儿吧，咱们不着急，刻字都得好久呢。娘亲别担心，
楠楠以前每日都至少要写500个字，最近已经偷了好几天的懒了。抄书这点事儿费不了我多大力气。真的？这小孩子每天写那么多字做什么？现代中学生一篇作文也才600字啊！真的，楠楠喜欢写字。300字了，等我写到500字就停下来。娘亲放心，楠楠有分寸，不会累到自己的。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，搞不好真的是沈怀记的呢。毕竟那人也确实很厉害。二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我不是说考完以后自己回家吗？来接你啊！二哥考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在考场内大杀四方了？这位可是将来的5状元。科举路对状元来说，就是一部热血动漫一样，一路升级打怪到最后。过几日放榜，你不就知道了？呵呵，武举又不像文试，当场就能有结果了。快告诉我们，是不是考中了？回家。切，又装苦。明景啊，你的表现实在太令为父惊讶了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真是太给咱们季家长脸了，看谁以后还敢说咱们季家世代都是文臣。爹，1个月后的殿试，我会拿个好名次回来的。爹，我觉得二哥能考中5状元。听听，婉婉都这么说了，你今年肯定能中5状元。您这迷之自信能不能收一收？季婉婉说的话都能信，还能更离谱一点吗？对了，婉婉，你们今天在院子里忙什么呢？我在印刷3字经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办法的？就灵光一闪，觉得可以这么搞，然后试试就成功了。一定是你妹妹突然开窍了，以前傻了这么多年，都攒着呢。你看吧，现在就爆发了。我闺女真是个天才，刚不傻1天就成天才了，能低调点吹吗？这老爹捧杀啊捧杀！婉婉，你现在进展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爹爹帮你忙？挺顺利的，楠楠写的字很好看，很适合当做范本去制作印刷版。我也没想到小家伙这么小就能赚钱养家了。为何不直接买1本回来，让人对着书本上的字印刷，岂不更快？用人家的字迹印刷，要给人家银子吧？就算不给银子，以后人家看见也会不舒服的，就怕惹麻烦。婉婉考虑的周全，还是自家人靠谱。你还想印什么书？拿几本送来给我，爹也帮你写写。如今闺女不仅聪明了，还如此上进，我这个当爹必然要大力支持的。爹爹平时忙于公务已经够辛苦的了，我这又不着急，就慢慢印呗。更何况等过几日3哥科考完，我还能找他帮忙呢。那倒是，明谦的字是咱家写的最好的，有他帮你定然不错。那我等3哥。怎么了？又有什么开心事儿？二少爷，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她让我拿着咱们印刷出来的书去找书馆谈价格，谈下来了。谈了什么价格？寻常学子抄一本书，大约都是20-30文左右。表公子的字迹好看，我问了4家书馆，那边开的价格都是直接30文一本，一本30文，去掉纸张成本和人力成本以外，至少能赚20文。而且因为3字经卖得很好，我问的那4家书馆都愿意各收50本，算下来也就是6两银子。那二少爷，我就先回去给小姐说这个好消息了，小姐肯定很开心。去吧。是。小姐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贼大的好消息。等女夫子来了，可以让丫头们也都在旁边一起听听，以后出门带着，也不至于丢了主子的面子。真的吗？我的天，我可太厉害了！我还是去给沈志班挑选书院去吧，这家待不下去了。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，婉婉这孩子一长大就给爹爹带来这么大的惊喜。还有楠楠，爹爹对你也是好奇不已。你说你小小年纪怎能写出如此好的字来？因为楠楠聪明呀，外祖父可是经常夸我的。天可怜的孩子，字写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偏偏是个傻子？老天真是不公啊！爹，给婉婉请的夫子，
是周夫子，风评也很不错，对人很是耐心。只不过他最近还在带伯爵府的狄小姐，估计要过几日才来。不急，好的夫子多等几日也无妨。对了，楠楠的书院看得怎么样了？我看了几家书院，京城最好的是翰林书院，教学的夫子很多都是朝廷退下来的，资历很是深厚，里面的学子也都是京城里的官宦子弟，家里基本都有单独请的夫子，整体学子的实力都比较强。就是听说他们课程进展得很快，不知道楠楠去了能不能跟上进度。楠楠，你之前都读过什么书？就读了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百家姓》这些，其他读的不太多。这个程度已是不错，可以入学翰林。那就读翰林。这个翰林书院贵吗？贵，但你爹舍得。对，你爹舍得。爹，阔气的男人最帅了。爹，那你准备好银子，明日给我。没问题。要多少？翰林书院一年的束修是30两。30两？翰林书院怎么不去抢啊？你外祖父这回可出大血本了，以咱家现在的条件，估计压箱底的银子都拿出来了。娘亲，其实我不急着读书的，先去别的书院也行。哼，你不说我也能猜到，你之前就是在翰林书院读书吧？你爹要真是沈怀气，肯定把你往最好的书院送。区30两对他来说就是洒水而已。嘿嘿，我在家已经学过了，而且再去读认识的同窗也不是同一批人了，重新交朋友好累的。哼，你可是文官的孩子，将来要是从文的话，怎么能怕跟陌生人打交道？可是娘亲说过，楠楠将来做什么都可以呀，不一定要当官，就算地瓜烤得好，也能是个很有用的人。几年后的我这么会说话呢？那楠楠长大后就当个烤地瓜最好吃的人吧，娘亲要天天吃你烤的地瓜。好，乖儿子，你先歇2天，咱们去迎接新的劳动力回家。咦，娘亲是说？对，你三哥。三哥，欢迎回家。考试还顺利吗？婉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妹妹从来没朝我笑得这么开心过，更不曾特意来接过我。我在家里的存在感一向很低。我是来接你回家的啊，三哥快上车，我们车上再说。哦，好。三舅好。啊，三舅，婉婉还未成婚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外甥？好啦，楠楠，别吓我三哥了。三哥，他叫沈之南，救过我一命，爹爹已经认他做儿子了，算作咱家的表亲。婉婉，你怎么？我好了，不傻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傻的妹妹，怎么看起来比傻的时候还可怕？三哥，你渴不渴？这是我新买的毛尖茶，你尝尝，可好喝了，爹都还没尝过呢。好，我尝尝。三哥，你的衣服我让侍女都给你拿去清洗了。水也烧好了，浴室给你放了一盘糕点，你可以边吃边洗。累了9天了，泡个澡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好。三哥坐，三哥慢点吃，别慌。感觉好累。婉婉，爹爹和二哥。三哥，你好好睡觉，什么都不用管啦。婉婉帮你跟爹爹说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快去睡。三哥你休息。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妹妹她怎么突然这么殷勤？一定是太累了，先睡吧，睡醒了再说。三哥中午好，快来跟我们一块用饭吧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婉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想请三哥帮忙？三哥真聪明，不过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先吃，我说给你听。
好，我想做个货字印刷，把书印出来卖。三哥，你书读得多，能不能帮我抄几本底本？要那种最好卖的。印刷？你是说把字刻成印版来印书？三哥真聪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常见的书我倒是都默写过，就是不知丫头们有没有扔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！快快，小桃，你去问问看三哥的丫头把那些书都收哪里去了。好嘞，小姐。三哥，这都是你写的。三哥，你这字也太好看了，印出来肯定抢手。要是这印版能普及就好了。我们科考的试卷都是手抄本，抄的多了难免有错字或者字迹潦草的。若是有学子不幸遇见一个出错的试卷，差一个字就可能引起很大的误解，便又要再等3年，3年复3年，人生又有几个3年能等？三哥放心，等我把印刷本做起来，就去开个书馆，一边卖书一边接印刷的活，说不定还能帮朝廷印科举的卷子呢。那就太好了，若真能做成，对朝廷和百姓都是一件大好事。我暂时就只想赚银子，咱家可太穷了。别急，会慢慢好起来。二公子放心，令郎入学的事宜都已办妥，明日便可来上课。多谢夫子费心。咦，那是谁？我怎么不认识？我心里感觉吃了一颗酸梅，从胃里酸到心里。我记得爹爹身边没有亲人啊，我也没见过这个小孩。这个小男孩到底是谁？哼，爹爹现在不知道我存在，他会不会喜欢别的小孩啊？娘亲，你帮楠楠领书本吧，楠楠累了，想在这儿歇会儿。那行，你在这待着，别乱跑。那个小孩穿的衣服很华贵，但是没我以前的衣服好。身边站着的那位大人，从五官上来看，两人长得很像，所以我判断可能是爹爹下属的孩子。只是8年后，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人？相爷，陈尚书那边回信了，称自家女儿已经许了正四品秦家次子。因为秦王和您的原因，陈尚书被迫将女儿临时许了个秦家，怕是心里不会太舒坦。不过陈尚书心里对您或许有不满，但更不满的应该是对秦王，日后至少不会帮着秦王来为难您。说起来，秦王又被您反阴了，估计不知道在边境骂了您多少遍。白痴！秦王跟自家相爷根本不是一个段子，也不知道秦王怎么天天想着来找茬儿，一遍又一遍的受挫，很好玩吗？相爷，您看那是谁？你家长辈呢？去教束修了，我在这里等他们。季家放这么小的孩子在这儿，倒也心大。刚刚那个小孩是谁啊？御史大夫宋直家的嫡长子，叫什么不大记得了，不过倒是与你同龄。待入学后，你可以自己问问。我就知道，嘿，爹爹果然还是只爱我的。不过宋直，那不是您的政敌吗？你说什么？他会背叛您的，因为心令的事情，您要小心。也知道爹爹多疑的性格，根本不会相信我现在一个陌生孩子的话。您留个后手吧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不要被人骗了。我要回去了，您要是有问题想问，可以随时来季府找我。我对自家爹爹很了解，我如果现在扑上去认亲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爹爹不像娘亲的思想那么开明，会把我当妖怪抓起来的。不过我不着急，爹爹最爱我和娘亲了，早晚会认我的。楠楠，你的入学搞定啦！相爷，您该不会真的相信这个5岁小儿的话吧？若宋直真的不忠，会有什么后果？宋大人跟您关系太亲密了，也知道您的很多秘密。若他倒戈，您在朝中的威望将大受损害。威望大受损害倒不至于，可却会成为我一个头疼的存在。宋直最近可有跟谁走得近？和秦王没有。秦王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有监视着，一有情况就跟您说了。其他人说起来，前日齐王登过宋直的门，宋直称是来求他网开一面的，因为齐王近日私人作风问题一直在被御史弹劾，但这2人即使有关系，也是敌对关系。最近好像是入学季，去报名的人还挺多，不过估计都是你不认识的同窗，以后要重新交朋友啦。有一个认识的。谁啊？8年后还跟你是同窗？是年壮壮，他今年也是5岁，8年后也还在翰林书院。他一直考不上童生，他爹就让他在书院一直学习。那你还等于有个老同学呢，算个熟人，可以跟他好好交朋友。他小时候不好好读书，我去监督他。行，你这任务自己就给安排上了。去吧去吧，你俩一起好好读书。知道了，娘亲。
照这个印刷速度，我们的开书馆成本很快就出来了。卖给其他书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自己开着才更赚钱。婉婉，放手去做吧，爹看好你，以后大晋第一女富豪就是你。我谢谢您呐，您可拉倒吧，这饼太大，吃不下。租个书馆倒不费什么钱，主要是买工人的花费高。若想扩大书馆的规模，自然要很大的印刷量，而那么多的工人想要中心，就只能买不能聘用。那就有劳二哥帮我买些可靠的工人，我明日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铺子，有的话回来跟你说，没问题了，我再定。去吧。本想看有没有书馆出租来着，但是想了想，我的书馆跟传统意义上的不太一样，我得找个前院后院一样大，或者后院更大的地方。染坊和成衣店是开一起的吗？没在一起。染坊染好的布料也只是布料，还未被做成衣服，而且成衣铺都是选在闹区。染坊地方更便宜些，去看看附近有没有大的染坊。要是位置合适，我们也可以两边都分开，一边印刷一边售卖，不一定非要在一块儿。姑娘想要什么布料？我不是来买布的，想盘下这染坊。姑娘放心，我会请人彻底打扫的。若盘下这里需要多少银子？这处宅子我盘下来的时候花了60两银子，如今着急出手，50两给您如何？50两。让二公子来看。姑娘，50两真不贵了。若盘下这间染坊，要不了几年就能赚回来了。若不是急着用银子，我才不舍得出让这个地方。我考虑一下，尽快给你答复。行，那姑娘看看还有没有要了解的，我再跟你详细说说。这附近的书院可多？多啊，这一片土地便宜，好多书院建在这里。书院那边也经常与我们谈合作，我们没少给他们提供布料。书院多还挺好，以后跟各大书院谈买书印券更方便了。二嫂，这两人怎么会在一块儿？雨柔，你没事吧？这种边境长大的野蛮女子，你理她做什么？贺姑娘初次到京城，我只是怕她迷路，才好心给她指路。谁知道她可能看不上我，只是个五品官的女儿吧。前几日刚撺掇着季家傻女去害荣小公爷，跟季家女儿闹翻了以后，就准备换人巴结了。怎么，以为我是边境回来的？不知道你在京城的这点破事儿。最烦林雨柔这种扭扭捏捏、装腔作势的做态。就算我不是因为季明景的原因才知道这事，也绝对不会跟林雨柔这种人交朋友。贺姑娘，这都是误会，我都是被冤枉的。小公爷摔倒那事儿与我无关。前几日季家二公子要参加武举考试，路上他的马车被一个女子袭击。我怎么看你的身影这么眼熟？什么？你之所以欺骗季婉婉，是跟她有仇，还是跟整个季家有仇？我听不明白贺姑娘在说什么。哼，最好不是你，那个人我早晚会抓到，到时候我要他好看。总觉着未来的二嫂随时能一鞭子抽碎我的天灵盖。第二天就过去看看，要是没问题，就给他定下了。二哥，我今天碰见那个穿红衣服的姐姐了。她认出你来了没有？没有，我都没跟她说话。没有就好，你以后离她远点儿。那估计不太可能。要是你把她娶回家，还不是要天天见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不过二哥，你天天帮我跑东跑西的，不会耽误你准备殿试吗？操心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，等书馆的事儿弄好我就不管了。娘亲，二舅最近都是5更起床习武，以前都没这么早的。5更？这个时辰天都还没亮呢。二舅没落下自己的事，只是会比平常更辛苦一些而已。想想也是，季明景自制力向来很强，又在季家半个顶梁柱般的存在，自然不会全把心思都浪费在我的这些杂事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二哥最近都是5更起的？小家伙刚来季府几天，总不能这么快就在府里安装眼线了。嘿，因为我每天都是5更起呀。
听到二舅在练武的声音了。五更？不是说小孩子需要很多睡眠吗？你怎么连个黑眼圈都不长啊？嘿，简直神奇般的存在，这是喝啥精力大补汤啦？行，有生目中的乖儿子。走，娘亲接着跟你讲《西游记》去。二哥，你讲慢点儿，我快记不住了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安排工人们清扫这里。姑娘，你家这位哥哥面冷心热，乔乔对你多好啊！以后若是娶了妻子，也定然是个体贴的好相公。听说还是位四品官家的儿子，以后娶的怎么也得是名门贵女。张娘子可还记得昨日见的那几位姑娘？记得。昨日那3位姑娘，一位比一位长得漂亮，我还是头一回见这么多贵女呢。果然一个个都气质不凡。那你觉得那3人可有适合我二哥的？你要这么一说的话，昨日那位穿红衣服的小姐倒是不错，眉宇间都是英气，一看就不是娇生惯养的大小姐。但男人嘛，说不定都喜欢另外2位娇滴滴的。我二哥不喜欢娇滴滴的。走了。来了。站住！你跑不了了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季民警，快拦住他！这就是那天陷害你的小贼。过瘾啊！二哥太帅，打得漂亮！打他，踢腿！哎，谁拉我？我去，不会遇上人贩子了吧？刀剑无眼，季姑娘还是不要去凑热闹的好。他们可是用的徒手和软鞭，哪有刀剑？沈大人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事儿，我还等着看他们单方面殴打贼人。本身确实有事，想问季姑娘，那个叫沈之南的孩子跟你是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有免死金牌？就是路上捡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丢的，可能是我运气太好啦，连老天都开始眷顾我了。你可知以非正常手段获得别人的免死金牌是何罪吗？我明白了，如此。沈怀基是来找我要免死金牌的，他不会以为是我偷了他的免死金牌吧？季姑娘，你可要确定好，那金牌究竟是怎么来的？真的是捡的。在哪里捡的？就路边草丛里。免死金牌全天下只有2块，季姑娘留在手里，不会担忧被人惦记吗？这东西看似好，实则是个烫手山芋。季姑娘还是要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保管才好。我没带身上，等我回府取了便给沈相送去。这么危险的东西，还是放沈相那边保管比较合适。季姑娘，若本相所料不错，那金牌此刻就在你身上吧？请问您是开了透视眼的吗？沈之南早就将金牌交给我保管了，而我又怕有人来找我麻烦，一直把东西贴身放着，所以那金牌此时此刻真的就在我衣袖里。跟沈之南的肤色挺接近的，但性情可真是天差地别。那就交给沈相保管了。季姑娘日后若遇到困难，可随时来相府，本相可许你一个承诺。沈相能承诺帮我保管这令牌吗？不能。时而冷酷无情，时而笑面虎附身，变脸国魔。沈相，我现在能安静看戏了吗？再拖一会儿，我二哥二嫂的表演秀都要结束了，沈怀基又赔不了直播回放给我，就这楠楠还把他夸成花儿。请问这个冷酷无情剥夺我的沈相，跟我体贴细细的未来相公有1毛钱关系吗？我用我的天才智商打赌，这厮要是沈之南的爹，我就倒立着旋转360度吃10斤土。季家过于娇惯季婉婉了，仪态修得太差了。夏爷，要不要属下请个女夫子去季府帮忙？本相请人教他做什么？你没见他刚刚的脸色吗？估计都在心里把本相的家谱问候了一遍。那还是不帮了吧，你俩一个比一个气人。没了这令牌，我看沈承业还能有多嚣张。这下
秦王估计能老实一段时间了，相爷可以趁这个时间尽快推新政。宋直那边安排的如何了？一切顺利，但凡宋直敢有反心，必将万劫不复。宋直与齐王的关系，接着查，在查清楚之前，不要与他翻脸。那小孩的话我信也不信，在没弄清宋直是好是坏之前，多做一手准备总不会错。说，谁派你来害季明镜的？不说是吧？来人，给我把他押回贺府，本小姐亲自来审。是，小姐。把人交给我吧，我去审。我来审，这事儿也有我的错，而且你那天还就……反正我祖父最擅长审讯了，就算我不行，还有他老人家呢。二哥，你俩好厉害啊，这么快就将那人拿下来了。都怪那个沈怀姬，一想起自己连金牌都被套出去了，更加吐血了，没爱了。走吧，回家。至于小贼，听闻贺老将军审讯手段一流，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楠楠，你的免死金牌被他套走了，可是爹爹以后会对娘亲很好很好的。没有以后了，这货就长着一张祝孤生的权臣脸。儿啊，咱不能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，有机会还是可以看看外面的小白羊的。小白羊是谁？秦王吗？我跟秦王有啥关系？只知道沈怀姬和秦王相爱相杀，这里面又有我什么事儿？爹爹说秦王一直在觊觎娘亲，每次秦王回京的时候，爹爹也都不带娘亲出门。每次秦王回京的时候，他都不带我出门。然后沈怀姬就跟秦王偷偷约会去了吗？我其实就是两人打掩护的摆设。我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真相？这破 CP 突然不想磕了。是啊，爹爹连我都不带，楠都错过好几次跟爹爹学东西的机会了。闺女啊，你这书馆名字确定不再改改？不改，就叫这个。全场书籍半价售卖，数量有限，欢迎各位前来选购。随便书馆，随便书馆敢叫这种名字，这老板要么是没文化，要么就是大智若愚。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这种书馆名字。什么大智若愚？我看这老板就是个纯粹的商人，钱多的烧不完了才取这个名字，哪有一点读书人的风骨？赵兄说的极是，这老板一点风骨都没有。你快回书院吧，我要先去买他10来本书，半价啊！我的娘，这老板是来撒钱的吧？我可从来没见哪家书馆开业有这么大方的。我也要去看看，刚好最近该买书了。这书馆这么大，估计种类也很齐全。走进去看看。这个写史书和四书五经的人，字迹真干净，整本书别说错别字，就连一个笔画都没错。真不知道是何人所抄，想来应该是极其细心的人。这些三字经和百家姓倒像是孩童写的，字迹虽然稚嫩，但是很工整，给小孩子们读书倒也应景。我也买2本回去给家里弟弟看。咦，你们发现没？整个书馆的书都是这2人写的，除了这几本幼童读的书，其他都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记。别急别急，老板已经在顾新的账房先生来了，很快就过来。这么多书全是半价，这老板估计还赔银子呢。今天来的人太多了，这附近书院多，估计消息都传开了。不过这书馆也是奇怪，就只卖2个人的手抄本。真不知道他们卖完以后再上谁的书。半价卖书，哗众取宠，成本价都不止这些。那些学子可不认这一套，等恢复正常价格就没人去了。这傻老板等着赔哭去吧。就卖2个人的字迹，看来是黔驴技穷了。想来那老板也没啥收书的来源，指不定过几天就因为缺货而关门大吉了。让随便书馆先嘚瑟，几天后还得看我们潇湘书馆。这书馆一天就能卖50两，只手抄部分省30文，成本就印刷装订工钱，每本50文，赚不多，半个月回本没问题。你算术何时这么好了？我请的女夫子教功课礼仪，可没教过算账。账房先生给我算的。是吗？是，人足够坚定，说话时假的也像真的。好，我闺女真是太能干了，婉婉长大了。爹可算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幸好三哥足够刻苦，抄过那么多书，不然我还真的难在半个月内印刷那么多书。那是，明谦这孩子从小就很刻苦，
没想到抄书这事儿不仅帮了自己，还能帮上妹妹的忙。希望三哥电视顺利，这样以后我们书馆的书说不定还能涨价呢。那倒是，我明日就与你三哥说说。娘亲，今天书馆已经赚很多银子了，你怎么看起来还是不太开心呀？可是这50两去掉印刷和人工成本之后，估计连一半都不剩了。今天拍卖房已经来通知我说10日后开拍清局，我怕我就这么下去存不够银子，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够。那娘亲打算怎么做？印刷那边因为雕版都是现成的，只要不断印书就行了。但是书印出来咱们卖不出去也不行呀，一天几千本的量已经很高了，接下来未必能有这第一日的高。短期内如果想继续搞钱，只靠随便书馆这一条路是肯定不行的。那让其他书馆帮咱们卖呢？也可以，我们将印刷装订好的成品书批发给其他书，我觉得可行，干！明天就让小桃带人去书馆跟他们谈合作。沈之南，你可真是娘亲的大福星。以前娘亲也想亲我，但每次都被爹爹拦下了。现在爹爹管不到我们了吧？这随便书馆到底要降价降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家书馆门口都快长草了。我的天啊！随便书馆那2人抄的书还没卖完吗？每天卖这么多，随便书谷老板怎么还没赔哭啊？嫉妒使我丑陋，我感觉我马上要黑化了。我也不行了，我觉得我要扛不住书店的租金了。只管内卷呀！老板们，随便书馆派人来找咱们谈合作了，他们要低价卖给咱们书35文一本。你说什么？随便书馆的老板疯了！啊！这2人的手怎么还没抄断？上万本书，2人抄，他们是从3岁抄到了80岁吗？再过几日，我手里应该能有500-600两的现银，我就不信买不下清局。沈之南在翰林书院读书，没什么异常的表现。不过他看起来对翰林书院很适应，跟其他1、2品官的孩子没什么区别。不知道沈承言是从哪儿弄来的这孩子？早就查过，沈承言母妃的母族5代以内都查不到有这样一个孩子。这人就像凭空出现一样，不仅跟沈承言没有任何关系，跟其他人也没有。不过那季婉婉倒是有异常，她开了个书馆，短短几日已经卖了上万本书。她用雕版印刷术大量复制书，开了个随便书馆，还低价跟各大书馆合作。雕版印刷，几百上千年来，书本一直都是由人手抄，从来没人想过用这种办法节省出人力。这办法确实很省时省力，若是能够普及就好了。书院里的试卷乃至科考的试卷都能用这个办法，能极大的省出一部分工人精力。派礼部那边私下去找他谈谈。这个雕版印刷很简单，我们在暗处监视他的人都学会了，直接让礼部去仿制不就行了？何必要通知那季婉婉？还让礼部亲自跟他谈，这么大的阵仗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办法是他想出来的，朝廷若想征用，理应同他谈。也是，毕竟这办法也是人家想出来的，朝廷也不能突然断人财路。断他财路，现在怕是他在断别人的财路。季婉婉那边继续盯着，若有人想动印刷坊，知会本相。是，明白了。相爷这一举动不全是为了提防秦王或季家了，而是那雕版印刷术成为了相爷想保护的东西。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，连老爹本钱都没还，眼下清局最重要，老爹也没催。哎呀，季姑娘来了，快请进。娘亲，他怎么突然变这么狗腿了？小二来咱们府里知会我的时候，刚巧看见小桃正拿着300两银票给我，你没瞧见那小二当时的眼神，立马从公事公办变成了热情似火，变脸好快，还能这样啊？是啊，你以前毕竟出身太高了，下面的人哪个见你不是恭恭敬敬、客客气气的？但是现在跟了娘亲，刚好可以体验体验普通人的待遇。
咦，他们怎么对下人这么凶？原来这就是娘亲说的普通人的待遇呀。那个很瘦的大人以后会胖出2个我。你这小预言家，那个很凶的大人其实是个妻管严，晚上从不敢夜不归宿。还有那个虽然看起来很和善，但是为人很阴险，幸好爹爹一眼就看穿他了。这位夫人，她后来被休了，因为什么我想问来着，但是爹爹把我赶去书房了，非不让我听。寻常大官家无大错不会休妻，而能让沈怀季支开沈之南的借口，怕是跟红杏出墙有关的，也可能更严重。娘亲，那个坏女人也来了。还真是哪哪都能碰到她呢。婉婉，你也在啊？是啊，真不巧，又遇见你了。恢复正常的季婉婉，怕是更不可能原谅我了。说话间都带着微微的刺意。那我们就坐远些，免影响你在这儿游玩的心情。又开始演了，赶紧走。季婉婉，雨柔好歹也是你多年的姐妹，你如今不傻了，就这么快过河拆桥吗？芝芝，你别说了，这不怪婉婉，是我身份低微，不配做婉婉的朋友。雨柔，你别怕，我给你撑腰。他季家不过就是个4品官，我父亲是工部尚书，论官职压他好几品。说什么身份低微，我最讨厌这种趋炎附势的女人了。陈芝芝，1个月前荣誉被砸伤那事，林雨柔是怎么蒙你的？什么蒙我？那事分明就是你砸伤了荣誉，还装疯卖傻把事情都推给雨柔。要不是荣誉慧眼如珠，识破了你的诡计，雨柔就要被你给冤枉死了。我说此事都是林雨柔指使我去做的，你也不信。不如你让你母亲亲自去找荣国公夫人问问呢。以你家的地位，想跟荣国公府问问实情，应当不难。别被人利用，荣誉是被林雨柔害的，那你还跟林雨柔交朋友，荣誉和荣国公府都该怎么看你？芝芝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是还要拍那件浴室的吗？娘亲好会说，那个姐姐估计要醒悟了，自己帮着别人害自己喜欢的人，任谁也受不了的。坏女人又要少一个朋友了。嘿嘿，你小小年纪还懂喜欢呢？楠懂啊，爹爹跟娘亲是喜欢，二舅和二舅母是喜欢，陈芝芝对荣誉也是喜欢，这俩250还真成了。嘿嘿。第5件拍卖品，一位会武功的美丽女子，野性难驯，欢迎抢拍，起拍价50两。娘亲，是青菊出来了。果真是极品，我出60两，我出70两，80两，100两，200两。啊！那是谁？一个女子拍个会武的女人做什么？好像是季大人家的女儿，前不久脑子更好。不过看这叫价的架势，脑子真好了吗？不过我是不跟了，200两太贵了。这女人虽然极品，可也不值这个价。我再看看别的吧。220两，230两，300两，300两，他都是整百的加价，这季家何时这么阔绰了？320两，400两。季姑娘，我们老板派小人来提醒一下您，小店拍中后需要当场交银，虽然随身物品也可以抵押，但抵押价格一般都不太高。您，我既叫了，就代表有。410两，500两。你尽管叫，我还能加。黑风大人，咱们要抢吗？青菊若是跟着去了季家，便是走了明路，日后再想为相爷做事，也不会被怀疑到头上。而且那季家，咱们本就在盯着，有青菊在，就更方便了。这季姑娘可是咱们省银子了，不拍了，让青菊跟她走。第5件卖品得主为1号雅间的拍主，我们来看下一件。季姑娘，人就给你了。这丫头会武，虽然被调教了1个多月，但难保之后会伤人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没问题，那人我就带走了。走吧，青菊，女子不过15、16岁的模样，
身边有个5岁大的孩子，长得还有点像，估计是姐弟。可这女人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在拍卖坊一句话都没有说过，这人如何会知道？难道是知道我的身份来历？黑风大人是来接我的，如今却因为眼前的女人放弃了。我明白了，这应该是我的新任务。衣服给我，你不用进来。啊！哼，你等着吧，等二公子和老爷回来，肯定要跟小姐一起挨骂。待会儿晚宴，你就跟在我身边，别乱说话，听我安排就好。倒是好久没这样整洁过了。花500两打我买回来，这个季婉婉到底想要我做什么？整个屋子的布置都跟我的喜好很吻合，就连我自己没注意到的小细节，都是让我全身舒适放松的布置。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叫青菊？你猜，我可是对你很了解呢。有多了解？你看了这里的布置还不明白吗？青菊不明白，还请小姐明示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你是我最忠诚的丫头，忠心追随我，保护我，甚至愿意为我付出性命。梦里的你就叫青菊，而我做梦那会儿，你刚到拍卖坊，我知道后就特地为了你赚够了500两银子，今天才顺利将你买回的。至于你喜欢的这些布置，是因为我在梦里见过，所以就给你还原了一下。怎么样，缘分是不是很奇妙？我就静静看你编。我虽然是个杀手，可我们组织也不是只培养我的武力，没培养我的脑子。我不知道季婉婉为什么对我了解，但这种被人看透的感觉很可怕。我甚至在想，相爷让我留在这儿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弄明白这个未知的季婉婉？娘亲认真编故事骗人的样子好好笑。她可能不知道，她撒谎的时候能被人一眼就看出来，只是对方可能觉得她太可爱，不忍心拆穿她。女东家，这个办法真省力气。我没想到这个新主人竟然这么特别，这么大的印刷量，各大书谷的需求估计快饱和了。确实有些饱和了，不过小人最近正在跟各大书院谈试卷的印刷，若您同意，应当又能出一条赚钱的路子。可以，你去跟他们谈吧，不要透露我们印刷的事情，只说接抄写的活儿，价格便宜，出工快。有人偷窥，这么快，印刷房就引起人的注意了。没跟来，目标应该是印刷房。掉头回去。你想看什么？放开！谁派你来的？你是哪个书馆的？小人是南风书馆的，是我们老板让我们来看看你们是怎么抄书这么快的。您的书馆最近真是太火了，各大书馆老板都很好奇。我并不是第一个来的。这还能玩陷害？小姐，他不说实话，要不要打死？打死啊！我就是来偷窥一个对家机密，顺便诬陷一下另一个对家，怎么都到打死的地步了？倒也不用打死，送官就行。青菊太忙了，我真的相信这丫头能轻而易举捏死这人，还不被人发现。但真不至于。是。这随便书馆太危险了，以前接的活儿都没这么凶险，太吓人了。以后老板再让我干这种活儿，我绝对不干了。还以为是婉婉又交的哪家小姐朋友，不过青菊虽然看起来冷冷的，却不像林雨柔一肚子鬼心眼儿的。这可是他花了500两买回来的。明景，你明日去拍卖坊查查，看你妹妹是不是被骗了。爹爹，相信我，青菊贼厉害，今天下午还帮我抓住了一个偷窥我们印刷房的小贼呢。什么小贼？怎么会有小贼？找你的麻烦？
可能是最近书馆的销量太高，惹他们怀疑咱们不是真人抄写的了。毕竟真人也不可能几千本书里每个字、每个笔画都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倒是，你那印刷房估计很快就会被人发现，到时候只要大家都跟着仿制，闺女的这小小的印刷坊就没什么优势了。所以要在他们发现之前，我先去找他们谈合作。既然他们早晚都可能知道，不如提前卖给他们技术，让雕版印刷术在全京城普及之前再赚一笔。我闺女真是聪明，若是生的男儿身，绝对是妥妥的状元之才。又开始捧杀了。来后院比试一番如何？别去了，让你二哥探探他的底细，毕竟是个会武的丫头，还是要小心一些。他俩谁更厉害点儿？我觉得是青菊，但二舅也很厉害。他能有你二哥的身手好？谁赢了？谁赢了？二公子赢了。好失望。我赢了青菊，你就失望？这些老板请我喝的茶果然比家里的好喝，我家还是太穷了。季老板，你是说你那上万本书是有特殊办法弄出来的，不是一本书一个字抄出来的？正是。真相大白，我就说，就那2个人怎么可能抄上万本书？这把手累废了，也不可能做到啊！真不知道季老板是用的什么办法，能在短短时间内弄出来这么多本书，像变戏把一样。我知道诸位好奇，甚至还有个别老板是查过我的地盘，对吧，刘老板？季老板，这人都受到惩罚了，您就忘记这事儿吧。这季婉婉叫我们来谈合作，只怕就是要谈这事儿，我可得抱紧了这女人的大腿。诸位可能还不知道，西风书馆的老板前几日派人去我那儿偷窥，还让小二谎称是南风书观的人。这事儿都过去了，眼下还是谈谈合作的事儿吧，是吧，季老板？赚钱最重要，刘武德的仇我事后再报。这口气南风书馆能忍下，可真是不易。不过刘老板这番作态，我可不敢与你合作，不然哪天你毁契约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青菊，送客。我不走。凭什么我走？这雅间还是我定的呢。赶紧滚！牛人真直接，但有被爽到。一次性买断费用500两，还有一种是分成费用，抽取全书馆1成收入。500两太贵了，别说咱们拿不出这个银子，就算拿得出这个银子，谁放心拿这么一大笔钱买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秘方？就是这买断太贵了。第二种方法倒是不错，分出去1成收益，并不算多高。季姑娘，不如你再详细与我们说说，买你这技术有何好处？你们一日能抄多少本书？看规模，我现在一天能出2000本书。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数量，只需要多买人手就是了。具体的人数我就不细说了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一本书即使只卖50文，书馆也可以盈利，至少1半以上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考虑不合作，日常还从随便书馆进书即可。虽然赚的少一些，可也不是不能赚银子。有合作意愿的，请跟我上2楼。近日我们打算去跟各大书院谈合作，书院抄试卷也是一大笔收入。只要我多招些人手，全京城书院的试卷我们都可以包下来。全京书院试卷那是多大的收入？随便书馆稍努力就可以将他们打得无处躲避，细思极恐。不过银子嘛，还是要大家一起赚才舒服。
各位老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季姑娘说的是，这技术我买了。买断的银子，我虽然一时拿不出来，但我愿意将全书馆的1成收益分给姑娘。还可以这样？只要制作好板子，那印试卷的速度太快了！我的天爷，有这还用抄什么书，抄什么试卷？赚了！这1成利润分得值得。就是，咱们赶紧回去买人手去弄。今日我来付，岂能让你破费？该我来。哎，理应我做东。多谢诸位客官。又解决一件事，接下来就等每个月躺着收钱了。已经想象到未来即使不工作，也能有源源不断的银子入账，说不定连养老金都不愁了。哈哈，1成收益我赚大发了。小姐，那刘武德要不要派人盯着？奴婢觉得他会来巡视的。可是我没人力去盯着他啊。想了想季府的实力，家里的侍卫们确实没一个能打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若他真来找事儿，我就见招拆招。反正我没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他抓不到我的把柄。而且你也在我身边，没人伤得了我。婉婉，快过来，见过礼部右侍郎邵大人。小女季婉婉，见过邵大人。季老板，我今日是特地为来见你一面的。季大人家的茶可是比上次好喝多了。谢过季大人。朝廷里谁不知道季贤是多么清贫的一个人，好不容易拿到的俸禄也都给自家的傻闺女霍霍了。如这傻闺女好了，季家的日子也跟着好了起来，让邵大人见笑了。哼哼，听闻季姑娘制造出了一种可以快速印刷书本的办法，礼部负责科举考试，每年都为抄写试卷花费不少人力物力，所以想向季姑娘问问，这办法是否可以转卖？敢问邵大人是如何得知此事的？婉婉，不可这么与邵大人说话。无妨，季姑娘，具体的来历我不便跟你说，但你要知道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更何况是这京城，你的一举一动上面自然是清楚的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这是官家传来的消息，不是你的同行，对你的生意并无任何影响，这点季姑娘大可放心。那我理解了，我相信朝廷会帮我保密的。至于印刷的办法，我可以无偿转赠给朝廷，没有任何要求。我可以向上面申请银子。不用，我是大晋子民，更是官家之女，怎可向朝廷要银子？能为科举帮上忙，已经是婉婉莫大的荣幸。雕版印刷术我会告知邵侍郎，只求礼部只用来印刷科举试卷就行。各大书院那边的书本和试卷，我们还在谈合作呢。这是自然，我们礼部只管科举，各大书院虽然有部分是礼部督办的，但都是独立运作，礼部并不会干涉到书院那么多。那好，我去把方子写出来给你。婉婉，你有这般心胸，为父真是为你骄傲。婉婉也想爹一样，努力为朝廷做贡献。奶奶，你二舅好像真的考上武状元了。二舅很厉害，他考上武状元是必然的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来接你的呀，二哥，你是不是中武状元了？是，他中武状元了，皇上钦点的武举状元。二哥你好厉害，二哥你好厉害。晚辈季明景，见过贺老将军。好孩子，考得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
感谢贺老将军挂念。这个年轻人真有血性。爹爹，超生神仙，人们看他的空家的。方太医不是说那孩子脑子没问题吗？怎么总感觉是诊错了呢？这套走我免死金牌的权臣就不干点善良事儿，躲远点保平安。二哥，你刚刚跟贺老将军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习武从军之事，你想听？不想。那他没问过你的婚事吗？贺家小姐跟你年龄相仿，这爷孙俩又特意来见你，真的没有别的想法吗？没有。那他有没有提自家孙女的婚事？你希望贺莹当你嫂子？贺姑娘挺好的啊，人爽朗，武功又不错，将来你俩要是心情不好了，还能打架玩呢。谁找媳妇是为了打架的？别想了，贺家不会与我结亲。为什么？咱们爹爹虽然只是个4品官，不算多高，可也不算低了。况且你现在还中了5状元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不知道啊，二舅和二舅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不记事呢。二公子，有人拦马车，来找麻烦的。戚放，季明景，再比一场，否则我不服气。你服与不服，与我何干？刚刚是我轻敌了，否则我未必输给你。这5状元本该是我的。哼，你自己轻敌与我何干？即便是你赢了如何？待将来上了战场，你看到对面来了一个文臣，也依然会做出轻敌的举动。所以这殿试是给你上的第一课。不用谢我，不收费。没想到我二哥一本正经的说起笑话这么好玩。别废话，是男人就拿出你的实力再比一场。咦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贺姑娘，你们也经过这里？婉婉啊，我长你1岁，你叫我姐姐就行。贺姐姐，那是什么情况啊？刚殿试完就要打架，你二哥怎么这么大精力？唉，被人堵了，非要跟我二哥切磋，不然就不让我们过去。这么霸道，季明景，要不要帮忙啊？贺姐姐，那人看起来还挺厉害的，你就别去了，以免被伤着了。要不要咱们在这儿说会儿话吧？我二哥很快就打完了。也行，给他点时间吧。那天蒙面女孩怀里抱的孩子，好像也是这么大。这是你们五弟？季家新认了个干儿子，我知道。贺姐姐好，乖，真懂事。贺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方才不是和贺老将军在一起吗？我祖父有事要忙，改道去了兵部，我就自己随意转转了。唉，这京城太大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把路认全。一想起那天被人诱进小巷子里，走出来就十分生气。可恶的小贼，别让我给抓住了。那贺姐姐到我家做客吧。我二哥刚中了5状元，消息快传回府里去了，家里一定很热闹。行呀，我还没去你家逛过呢，先认认门，改天请你来我家玩。这一波直球打得我真是措手不及，我就随便说说，二嫂还真的应了。牛，果然是将门虎女，心里没那些弯弯绕绕，爽快。你那书馆我去看过，开的挺不错的，那些书大都是你三哥写的。我三哥的字特别好看，那你二哥的字呢？贺莹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季明景，你身手是不是退步了？怎么打了这么久才回来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只觉得季家也太安静了。二哥可是5状元啊，
全国第一，比现代的清北还牛逼。恭喜二公举中5状元！看，这可是我二哥。明景啊，我的好二儿，你可真是给老爹长脸了。老爹以后下去跟你娘也能吹吹，看咱家儿子多出息。又来了。我的儿，一日不见，爹爹竟然觉得你又帅了几分，这难道就是5状元的光环吗？是戏精的光环。有外人啊！你怎么不早提醒爹有外人？是不是想挨揍啊？刚还夸得个天花乱坠，这会儿就开始挨揍威胁了。婉婉，还不快给爹介绍一下这是谁家的姑娘？怎么看着不太眼熟啊？爹爹，这是我的新朋友贺莹，她是贺老将军的孙女，最近才回的京城。这可是你未来的二儿媳妇。原来是贺姑娘，有失远迎。哎呀，给贺姑娘见笑了。刚刚是自家在玩闹，失礼失礼。季伯伯好呀。我觉得你们家里的氛围挺好的，其乐融融，哪像我家，只有我和祖父，冷冷清清的。他父母都是为国捐躯，这么小的孩子就父母双亡，怪可怜的。贺姑娘若是喜欢我家，可以经常来找婉婉玩。婉婉在闺中也没什么朋友，若是能有贺姑娘这样直率的朋友作伴，老夫也可放心不少。好啊，那我可就经常来玩啦。欢迎至极，好，快去婉婉屋说话吧。贺姐姐，你是不是想问我二哥有没有婚配？我就知道咱俩脾气聊得来，我一说你就懂。所以呢，他有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见二哥身边出现过什么女孩子，唯一出现的就是你了。那天在巷子里我迷路的事，你都知道了？何止知道啊，罪魁祸首就是我。二哥回来说过，他让我别把事情宣扬出去，说对女孩子的名声不好。没想到他一个习武之人竟然这么细心。我在边境见到的那些大老爷们儿，一个比一个粗犷，都恨不得跟我称兄道弟。那你知道你二哥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吗？他喜欢你这样的，你就是他的理想型。但作为一个聪明的妹妹，还是要把话说得漂亮点。我二哥喜欢直率的女孩子，有正义感，武功厉害，又乐于助人的，好像很符合吗？对了，下月初3是我祖父的60大寿，你带你二哥一起来吧，我祖父挺喜欢他的，让他过来祝寿。行，我们到时候一定准时去。相爷，这个季婉婉还真是厉害，新点子一个接一个。可惜是女子，不然入朝为官也能做出一番事业。为官若清正廉明，为民造福，女子又何妨？不过季婉婉并不适合做官，心思单纯之人很难在官场上待得长久。那倒也是，他把雕版印刷术分享出去以后，虽然全京城的书籍都降价了，学子们的购书压力也减少了，但却让有些以写书为生的人失去了赚钱的路子，造福了一类人，也得罪了一类人。学子们怨气很重，重是有些重，不过没出什么事儿。巡城司那边没有变动。是吗？想起最后都会进入我的口袋，当即感觉自己的腰板更直了。青菊，你觉得这个位置要不要放个桌子，专门给学子们看书用？那他们看完了就不买了怎么办？随便书馆老板出来，赔偿我们的损失，说说你使了什么妖法，才让全城的书馆都不收我们的手抄书？我们寒门子弟平日里就靠抄书赚钱，你们生意人不顾我们死活，断我们生计。这随便书馆的老板是不是得罪人了？
虽然手抄书不能赚钱了，可还有很多赚钱的路子。更何况我们省下了一半的买书银，不就等于变相的赚到银子了吗？奇怪，那几个人年纪这么大，还是书院的学子吗？这些人也没穿自家书馆的院服，随便书馆的老板估计是得罪人了。但这会儿门被堵成这样，出也出不去，不会要砸店吧？这附近有点远离城区，巡城司的人估计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，这随便书馆估计要惨了。青居那天建议我要不要派人盯着刘武德，我最近得罪的也就这个人了。小姐，这些人看着像是被煽动的，怎么说都不听，还是不与他们做口舌之争了。咱们先从后门走，巡城司人赶来会处理他们的。行，听你的。随便书馆的老板要跑了，上啊，就是那个女人。小姐，你先走，我马上来。这他妈都什么事啊！等我有了银子，一定要好好培养一波自己的势力。沈相救命啊！有暴民，他们已经冲进我书馆里了，这架势看着要追杀我。季家不是给你请女夫子了？这仪态什么时候能修好？都这个时候了，沈相竟然这么沉住心，还不忘教育我，简直比我爹加季民警2倍的叨叨还可怕。飞风已经派人去制止他们了，巡城司的人1刻内就能赶到，你在此处等着便可。那太好了，感谢沈相救命之恩啊！您真是来得太是时候了，及时的拯救了我这个无辜的花季少女。无辜的花季少女，还能这么夸自己吗？沈相怎么会突然来这里呀？这附近好像没有官家宅子，就几家书院。哦，还有我的随便书馆。散步。丞相真闲，还有空散步。我以为沈怀姬都忙得脚不沾地，夜以继日呢。可知是何人来找麻烦？肯定是西风书馆的那个刘武德。前几日先去偷看我们印刷坊，被我抓到后又陷害给南风书馆。后来我跟各大书馆合作，偏偏不跟他合作，估计是给他气到了，所以才对我怀恨在心，施加报复。他竟然还知道这群人是有组织被煽动的，这女孩机灵的让我有些意外。过后本相派人查查。丞相还管这个吗？为何不管？我以为丞相就在府里待着，等着人汇报呢。不过这些事应该归知府衙管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我自己去报官就好了。1刻钟早就过了，巡城司失职，上下皆要罚。随便书馆的老板在这里，砸死他！沈相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伤得严重不严重。相爷，相爷，去宫里请方太医，快回府！我记得刚刚查看沈怀姬的伤口的时候，他就手背上流了一点血，那伤口并不算严重，为什么这些人却惊慌的好像他快要死了一样？棍上还带了一点沈怀姬的血迹，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或者形状，也不像是抹了毒药。换右手去摸了一下，竟然真的是热的，仿佛刚刚发生的那一变化都是假的一样。方太医来了，快让开！相爷莫怕，太医院最近已经又研制出了一种新药，止血效果很好，下官马上就给您敷上。方太医，那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我去开些补血的方子，让相爷近日好好养着，不要再碰着伤口。还有就是，相爷不能再受伤了。是，我们之后一定会更加细心地保护着相爷。今天的事实在是太惊魂了。相爷自从7岁被沈承业推倒摔伤过一次以后，再也没有受伤流血过。今日我不过刚离开一会儿，而暗处也有暗卫保护着，怎会出这样的意外？暗卫何在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属下该死，是属下保护不力，属下愿意以死谢罪。胡闹！还不快把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！
如何处罚你，要等相爷醒来才能做决定。是，当时是有人想要袭击季婉婉，但季婉婉与相爷位置较远，属下没想到相爷会过去帮他挡下，否则也不会不出手。相爷的特殊体质并没有什么人知道，他设立的暗卫就是为了暗中保护自己，只要不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，暗卫都不会现身。可今日，相爷却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突然出手救人，他分明知道自己不能轻易受伤。你退下吧，待相爷醒来，我说与他听。是，相爷他没事了吧？派人去朝中告假，就说相爷身体不适，具体不用说。是。季大人，各位大人询问的如何了？我家小女就是正正经经开个书馆，可没做什么违反大禁律法的事儿啊。娘亲，您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来录个口供。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听说娘亲出事了，很担心，硬要外祖父带我来的。别怕，等你外祖父跟他们说完话，咱们就能走了。天色已晚，老夫就先带小女回府了。若是巡城司还有什么问题，以后可以随时入府来找我们。好的，好的，多谢季大人体谅。陶大人客气了。二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上马车。真高冷。天色有些黑了，民警说怕我不认路，非要跟来。你说爹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可能不认路？你二哥就是也担心你，他不好意思说。但您迷路也不是一回两回了吧？除了能找到自己家，其他人的家是一点也找不着。一把年纪的人了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，让做儿女的都替你发愁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迷过路？再说了，我是坐马车来的，认路的是车夫，又不是我。就算迷路，也是车夫迷的。哦，好好吵架呢，你哦什么哦？死小子，会不会聊天儿？哼！婉婉，别乱想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还有我们顶着呢。突然觉得自己真幸运，从一个无所有的孤儿，突然拥有了这么一大家子亲人，这感觉真温暖。楠楠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保护好娘亲，楠楠很自责。你才5岁，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看待，而且事实上应该是娘亲来保护你才对。下午的时候，娘亲肯定很害怕，还是头一次体会这种奇怪的感觉，被自己的亲儿子在哄，真神奇。娘亲不害怕，娘亲身边有青菊，还有沈相，他们都在保护我。爹爹竟然也在？何止在，他还救了我。爹爹救了娘亲？当时他替我挡下了一根飞来的棍子，手背上流血了。对了，楠楠，你知道他有什么救急或者内伤之类的吗？爹爹是文官，不习武的，也不会跟人发生冲突。印象里，楠楠从来没有见爹爹受过伤。爹爹很强，不管是哪方面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爹爹弱的一面。不过一想起爹爹是为了娘亲受伤，就能理解了。如果换成是我，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娘亲挡下灾祸。娘亲，爹爹受伤严重吗？娘亲也不知道算不算严重。